我不喜欢我自己，我喜欢自己，我喜欢自己的脚，因为它可以让我跑得很快。人应该要爱自己，怎么爱？它可以融到我们的课程里面，让小朋友玩得愉快。那我们今天介绍自己，用图画来介绍。这个瀑布，我讲话就会叽里呱啦的不停，就像瀑布一样。志开是前身是空军子弟小学校啦，所以很明显，你看起来它是跟空军的连结性会比较强。就像我们现在所处的位置哈，那每天大概都会有战斗机在天空这样呼啸而过。我们当时为了创造跟其他学校不同的差异，我们在106年就转型为办理实验教育。我们是走杜威这一个概念，就是教育及生活，从探索跟实践出发。那所以我们会希望说，我们学校课程是源自于小朋友在生活里面去学习跟探索。我们以生命教育为中心的理念，那结合刚才讲的那个探索跟创造这个部分，所以我们希望说，小朋友从小在价值思辨的这个情谊跟技能的部分，能够不断的学习。我不喜欢我自己，我喜欢自己，因为自己可以做自己想做的事。我喜欢自己，我会画画，还有吹口哨，还有跑步。我不喜欢我自己。今天我们要玩一个很特别的大风吹，在玩的过程中，老师想要你们注意，你要注意谁跟我一样都在跑，这时候他喜欢什么？好了吗？安全最重要。东风吹，吹什么？吹跟我一样喜欢红色的人。他是一个吹跟我一样喜欢什么的角度去看的话，它就是结合我们的课程。我喜欢什么，我要认识我什么。其实它就是很平常的一个活动，但是它可以融到我们的课程里面，让小朋友玩得愉快。龙卷风吹，吹什么？吹跟我一样喜欢算数学的。哇！真棒！我发现所有的人里面，只有我一个人最喜欢算数学，没有人喜欢跟我一起跑。透过这个游戏，我就可以知道，原来有这么多人喜欢，或者是原来这个我喜欢的是没有人跟我一样喜欢的，他就可以去做区别。我听不到披萨有没有人跟他一样喜欢吃披萨的？我。他跟你一样怎样？喜欢吃炒饭，好。你有跟他一样的举手。好，那我们刚刚是不是看到很多人，有的跟我一样，有的跟我不一样，对不对？好，你现在呢要玩另外一个游戏，你喜欢自己的，站在这边，你觉得你喜欢自己的，你觉得我从来没有想过，或者是我不确定，或者是我不喜欢自己的，站在这边。好，开始。到今天课程结束之后，你再告诉老师，我今天透过这个课程，我有没有发现，我开始认识自己以后，我有一点点喜欢自己，或者是我还是没有感觉，可以吗？可以哈。好，那我们这堂课要结束了哦。
今天呢，老师要跟小朋友介绍一个人。这个人呢，他有一个很特别的故事。这个小朋友他叫阿飞。那我不知道他会发生什么事，你待会要帮我看哦。春天的时候，天龙之家来了一只小龙。它有着一对像天空一样的蓝眼睛和蓝翅膀，名字叫阿飞。阿飞吃得多，也长得快。但是不管阿飞多么努力，就是飞不起来。不止如此，阿飞还跑得比刚出生的 baby 龙慢。最糟糕的是，阿飞竟然喷不出火来。什么都不会的阿飞觉得很难过，他经常偷偷躲起来，不敢跟其他喷火龙一起玩。有没有人能告诉我，阿飞他觉得自己怎么样？他觉得自己怎么跟其他龙不有？他觉得为什么他自己不能喷出火？这一天，森林里阿飞他处在那个喷火龙的家族里面，他发现到自己跟人家很多不一样的时候，他其实是退缩的。但是就因为过程中那个黑骑士的出现，让他发现其实他的特点也是一个强项。我们可以用这个课程来慢慢的引导他朝向一个把他视为特点，然后喜欢自己的特点，然后进而爱自己。同学跟我说，你们在家有人很少照镜子，对不对？对，对不对？我都不敢看自己，有没有这种经验？有这种经验的举手。我不太敢看自己，可是因为今天有特别的活动，所以我第一次这么认真的看自己。我喜欢自己的脚，因为它可以让我跑得很快。我最喜欢我的耳朵，因为大大的看起来可以听进去很多事。我喜欢我的心，我觉得我心地很善。透过这次照镜子呢，我们在练习的时候就会让小朋友说，你看着你自己，然后你可以动动你的眼，动动你的鼻子，然后翻翻你的耳朵。其实他可以察觉到平常我不容易察觉，或者是我完全没有感觉的那种身体或是五官。人应该要爱自己，怎么爱？那先要知道自己的特点在哪里。我们就要来练习介绍自己。那我们今天介绍自己，先用图画来介绍。那我走到你的位置，因为有考量到从照镜子这样子的一个活动之后，他没有办法讲到内心的部分的话，其实是很可惜的。所以就想说，如果设计一个拼贴，因为孩子的绘图能力还不是很好，那如果用拼贴，用现有的图案的话，然后让他们透过自己的创思把它组合在一起，那应该是一个很有可看性的一个结果。这是我的头脑，它是齿轮；这是毛线，它是我的头发。这个冰淇淋是我把冰淇淋吃下肚肚。这个是我很喜欢大自然，所以我才贴的。这个乌龟代表着我头脑，因为我想事情的时候都像乌龟，都很慢才会想出来。然后霸王的嘴巴是因为我都很爱讲话。第一
一个青蛙就是我很喜欢讲话，第二个电池就是我很有活力，第三个的话就是鸵鸟的脚，我跑得跟鸵鸟一样快。第三个是我爱算数学，这个是我在玩躲避球，这个瀑布我讲话一开口就会叽里呱啦的不停，就像瀑布一样。请问你猜它的主人是谁？我觉得他是联邦里。雅琴老师在带的这样一个课程里面，他其实就回到2个嘛，自觉跟觉醒，就是说我认识我自己，然后透过认识我自己去看到我有哪些不足，或是可以去创造的地方。透过这个部分，把人的内在的那个价值思辨的部分理清以后，当我在运用这些科技的时候，我的那个正确的观念可以更好。所以这样的课程在学校里面其实是非常重要的。他就想再播一个种子，那我们相信他到那个点的时候，这个种子它就会成长茁壮。好，我们要来进行第2次的价值移动。好，听我说，后面是喜欢的，前面是不喜欢的，这边是我喜欢我自己，不喜欢，因为我常粗心。不喜欢，我上完安亲班回去的时候又会被骂。我不喜欢我自己，因为我觉得我很健忘。其实这么小的小孩子，你要他一下透过这样一个课程做改变，事实上那个成效应该不会很大。但是呢，其实在整个过程中，从没有到有，这个历程是最重要的。他只让自己害怕3分钟，很快的，他决定要救出大家。因为公视的影片其实它有很明显的中心内涵在里面，很适合我们想要带给小朋友的时候使用。因为这个内涵设计一些有层次的课程之后，其实是可以帮助到学生的。